大家好，最近有点企稳的感觉啊，我的股票已经回血了不少。大跌的时候我一股没卖，现在我估计啊，这个回血的速度可能会比以前会快很多。上周和大家分享我在大跌的感受，很多朋友都和我有共鸣。我在脆上看到很多人说自己炒股都出现了心理问题，就是焦虑躯体化。人太焦虑，股市狂跌的时候全身会发冷，没法睡觉，恐惧，想斩仓逃跑之类的。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个比选股、看市场、看财报更加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调节你的投资心理。心理不行，拿着再好的股票也会被市场给震掉。遇到大跌，这个脾气就会变坏，这个就是大脑杏仁核里面分泌的恐惧多巴胺引起的，这个是没法控制的，只有锻炼才可以。大跌的时候我心情也会不好，也会发冷，但是我2天左右就会恢复，这个可能是我的大脑前额叶对压力的这个恢复非常有弹性。我经常研究一些奇怪的知识，脑科学之类的，里面就有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就是在巨大的压力下，必须大量服用维生素 D3 和 K2 补充，并且加强太阳照射。大跌的那几天，我每天上午都是晒着太阳啊，晒着晒着，这个对于应激的恐惧就没有任何感觉了，而且晒着晒着，你就会变得越来越理智啊，这个心情越来越好，然后就会想到自己之前分析了那么多的这个股票为什么买，这个市场是怎么样的，还有自己的策略是什么样的。想着想着，越想越兴奋，然后呢，越想越加仓。这2天看了一下市场，什么记忆体啊、半导体啊、台湾的南亚科啊，都连涨2天涨停了。我想从今天以后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记忆体、光模块、半导体等等的，全都会好的啊！大家有耐心，但是也有风险啊。我明天再给大家做节目讲一下。今天和大家聊一下我观察到的投资成绩非常好的人，这个性格是什么样的。你一定要有这种发财的性格啊。第一种人是对钱非常有钝感，而且不急着证明自己的那种人。对钱有钝感的意思是这种人不是不在乎钱，而是在账户涨跌不会立刻改变你的情绪和行为的这种人啊。赚了10万块，内心也是毫无波澜，亏了10万块也可能只是皱一下眉头这种的。现在投资股市的大部分人都是想发财的，对财富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啊！我要暴富，想翻身，因为强烈的渴望会增加更加剧烈的情绪啊！这种赚了钱就会狂喜，亏了钱就会剧痛的这种情绪会成倍的加大。比如说一个散户啊，今天赚了5万块钱，是一种什么感觉？那肯定是非常高兴啊！这个要去饭店里吃点好吃的啊，要庆祝一下，要买点首饰之类的，觉得自己是股神啊！我要辞职，我有天赋，我要以投资为生活。那市场一下反转了会怎么样？账户一下少了5万块、10万块，这个是什么感觉？那肯定是更加的痛苦、懊悔、愤怒啊！骂自己为什么手贱买了这个股票啊？骂这个庄家太黑了，然后上网骂这个 YouTuber 怎么又讲了这些股票啊？这都是别人的错，就跟你没关系。接着回到家，每天开盘就死死的盯着，然后总想赶紧回本。在这种心态下操作几乎全部都是错误操作，基本上都是割肉割到最低点啊！你一割肉，这股票马上就涨。巴菲特就说过，投资不是一场160智商的人打败130智商的人的游戏。一个人的智商只要是普通的，只要控得住自己，别在投资中做一些冲动的事情，那这个投资就会成功。所以这个账户的余额不是一个人的成绩单，更加不是一个人的投资和成绩的鉴定书。关键还是自己的心理，一个健康的心理。第二类人就是用概率思考的人，普通散户的思维就是我要这个明天你说的对就是对啊，明天一跌啊你就是错的。而高手的思维就是我的交易的策略，这个期望是正的啊，赢的概率大，这就行了。机会和风险都是同时存在的，一个人不可能是100%都能说对的。高手下注的时候看的就是这个赢的概率高不高，而输的概率他已经考虑进去了，也做好了预案，做好准备。如果股市大跌，他就是现金补仓，或者是斩仓，或者是买入 put 对冲，或者就是放着不管了，长期投资。这个失败的概率就跟开饭馆的需要付房租、付水电都是经营的一部分，你都要提前想到。高手都会复盘，把这些因素都想进去。在《交易心理分析》这本书里，作者马克·道格拉斯就讲过5条基本原理，排在第1条，最重要的就是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而彼得·林奇说的更加厉害，说你要投资这一行，你要是干得好，10次里你只能对6次，你永远不可能10次对9次。彼得·林奇大家都知道吧？最厉害的基金经理，他只敢说10次
对6次。所以大家在买股票的时候，首先要想到第一个事情，不是这个股票会不会涨，而是如果黑天鹅来了，你会怎么办？做好预案。第3类人就是能延迟满足、扛得住无聊和孤独的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股市最难的，从来不是你买了什么股票，这个股票好还是坏啊？怎么操作啊？最低点买还是最高点卖？股市里操作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等啊，等价格，等业绩兑现，等市场犯错，等复利发生。很多人明明买了一个好公司，却整天就是天天操作加杠杆，觉得这个不操作就是没意思啊，不操作就不赚钱。如果你经常操作，你错过了这次暴跌然后暴涨的这一下大行情，那你基本上这个收益率会非常低。而且这种事情现在就会发生暴跌是上个周，大涨可能就是这个周或者下个周，这一下就涨回去了。不信你就看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没有大喜也没有大悲。投资大师利莫莫尔就讲过一句话让我赚大钱的从来不是我的思考，而是我的做工。芒格也讲过赚大钱的诀窍不在于买进买出，而在于等待。第4组性格的人也是非常重要，那就是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的结合体这个是最难的。高手在下注之前想的全都是最坏的情况这公司会不会破产，估值还能压缩多少我看错了能亏多少。但是风险算完，赔率算好之后呢，他们就敢下注。我自己就是一个悲观和乐观主义的结合者。我跟我老婆经常聊的一件事就是我死了以后怎么办我经常说我死了你要继续投这个 VOO、QQQ、蓝筹股之类的，千万不要买什么科技股这个上下的受不了。我做事之前都会把所有的最坏的情况都会想到，然后看看自己能否承受。所以要投资好这个非常复杂，心里一定要过关。讲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讲你说的我都懂，但是我就是做不到。我要告诉大家，没有人是天生能做到的这种性格不是天生的，全是练出来的。在无数次亏损盈利循环中，10几年市场反复捶打，最终把自己的这些情绪都给磨掉了，只剩下这个理性还有纪律，让投资回到一个职业化的状态，冷漠客观。所以就是痛苦加反思等于进步，光痛苦不反思那叫白痛。所以当一个人的情绪不跟着账户的余额红绿跳动，当你自己可以平静地接受每一次巨大的回撤，即使是50%的回撤也可以冷静地看，那个时候就可能是摸到了成功的门槛。在此和大家共勉，好好锻炼自己的投资心理，做到倚楼听风雨，笑看江湖路。明天这个时候我会给大家再更新一下市场信息，还有我研究的历史上出现的铁路、电气、互联网的泡沫。如果大家知道这些历史你就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个 AI 投资处于哪个阶段，需要怎么准备。今天先不急这个投资要多等一等，今天晚上再看一看可能这2天我觉得还都是企稳了，挺好的。好了，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